我们是从网络上走进了现实中，我本以为这会是一场美好的爱情，可没过多久他就暴露了本性，和网上的他判若两人。当初是我自己先鼓起勇气提出和他在一起，现在我甚至有一点后悔，难道网恋真的没有好结果吗？其实从认识他以来，我一直都是我自己，而他真正喜欢的是他想象中更完美的我。我已经在努力做得更好了，可是还是达不到他的要求，甚至总拿我和他的前男友比较，让我的心里也很不舒服。有请这对嘉宾，有请。小何22岁，来自四川学生，有请小何。小周21岁，来自四川学生，有请小周，有请。欢迎两位哈，这也是时代交友的方式产生的一对恋人，是打游戏打出来的是吧？对。打了多久的游戏啊？3个月。现在在一起多久了？在一起有4个月了。才4个月，不正应该热恋的时候吗？对呀。那今天来这儿是因为？刚认识他的时候呢，是因为他游戏打得特别厉害，我就想着我以后打游戏，如果他能带我的话，该多好啊！后来我就要了他的微信，咱俩就聊呗。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他是四川的，我也是四川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在天津上学。开学了以后，咱俩就约着在一起吃个饭。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就觉得他很阳光帅气，是我的理想型。吃饭的时候呢，他也非常的体贴，然后递纸巾呀、夹菜呀什么的，还主动去买单。我就觉得啊，真好一男孩，怎么就被我给遇到了呢？我们俩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了，交往了很多次。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当然他也很暧昧，就发得很关心我的话，当时我就会有一种猜想，他会不会是喜欢我呀？我也不敢多想。但后来为什么我非常确定他是喜欢我呢？就有一次我在外边玩，然后雨下得特别大，他就给我发消息：“你带伞了吗？外面雨这么大。”我说没有，我也回不去了，怎么办呀？然后他说：“你发个定位吧，我来找你。”我想着可能是开玩笑吧，我就玩笑性的发了个定位，因为真的太远了。但是后来他是真的来了，带着伞跑过来的。当他给我伞的那一刻，我自己也动心了，也感觉就非常的喜欢他。我想着他对我这么好，我也应该回应他一下。后来有一天，我就真的迫不及待的给他发消息，我就说：“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吧。”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总是很躲闪，就感觉很不愿意回答我这个问题，也不想和我在一起的感觉。这给我的错觉他就像是在吊着我，我就是他的备胎之一。第二次我又去问他，我说：“我们能在一起吗？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确切的回复？”然后他直接不回复我了。然后后来我还是用我朋友的电话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然后因为我当时非常着急，可能话说重了一点，然后他非常的冷冷的回了我一句：“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你。”就这样子。那什么时候你们俩成为了男女朋友呢？后来也是他主动说的嘛，他说：“那我们就在一起呗。”但是后来在一起的感觉没有之前好了就消息也不秒回了然后对我的关心也变得特别特别的少了，就是让我非常的迷茫。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给我坚定一点，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定位在哪里。其实一开始我对他确实就是当做一个朋友在处嘛，结果后来慢慢就从那一次他特别主动，当时我是真的还没准备好，但是后面第2次、第3次我就想着，他这人确实也还不错，要不试一下吧。我感觉2个人在一起的话不能太随便嘛，而且呢我就会很担心，如果跟他在一起过后，他发现就是我没有他想的那么好，会怎么办？你是在解释为什么那会儿不回应他是吧？那还不是因为你给我的回复不是很明确，如果你再回复的坚定一点、肯定一点，我还会再乱想吗？那你们现在出了什么问题了呢？现在就是我感觉他是变了，感觉就是为我的这些感动了，就将就的和我在一起了，没有之前的好了。就有一次我头疼，换做以前的他
他也会非常的就怎么说呢，关心我，还能把药送到我身边。就算因为距离不能送到，他还会打电话给我发消息啊，怎么样？现在呢给他打电话，他说他有事儿，我就想着那行呗，那我就说一句我睡了。结果第二天也没有关心我，还睡到了大中午，还是我叫的他。然后我一直等他关心我的话，一直等到了晚上8、9点，还是没有。这是为什么呢？那次我是真的因为有事儿，因为我也是刚出来工作，然后那天正好就是公司里面聚会吃饭，然后当时有领导，正好那天我也喝了酒，当时也喝挺多的，回家我都1点才到家，我到家也是特别晕特别懵，然后我倒头我就睡了，睡醒过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但是这不代表我不爱你啊。那你工作吗？你是工作吗？那你陪我的时间呢？是变少了。那你能不能每次约会的时候，好不容易挤出来的，能不能别磨叽，别打游戏了？能不能照顾我的感受？那你以前了，哎，咱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你在学校里面，我每天工作下班了，给你打个电话，哎，你开始跟我说2句，说着说着了，然后呢，就跟你室友在那儿有说有笑，完全不搭理我。在那会儿的时候，你把我放哪儿了呀？那你意思就是在报复我了？我只是在用你对我的方式来对待你，看你是什么感觉，你感觉怎么样？开心吗？那样？我现在感觉他不理解我，我现在已经从学校里面出来了，我已经开始上班了，我现在有工作了，我工作已经刚开始起步了，时间肯定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啊，天天陪着你，对吧？从早到晚陪你聊天，陪你玩游戏什么什么的。但是在他这儿，就是他还是个学生，他还是就根本就理解不到我的感受，就是他总不能换位思考，想一下我怎么样。因为我们俩在谈恋爱啊。我知道我俩在谈恋爱，但是我每次下班了给你打电话，跟你聊着你干啥去了啊？我就听着你跟你室友在那儿唠半天，不搭理我那行，你不搭理我，我不搭理你呗。是你最开始自己先出现问题的，而且是很多次。行呗，那我们就算了呗。那反正都在争输赢嘛，都在互相报复嘛，那谈什么恋爱呀？而且我是女朋友，你是男朋友，你不能包容我，对吗？每次吵完架了，我没哄你吗？我没认错吗？我认错了吗？我看不见。但是我刚出的时候，我当时也是特别担心、特别有顾虑的，因为就我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我知道女生都是特别喜欢胡思乱想，而且就是特别缺乏安全感。我开始我对她确实是挺好的，但是我怕就怕在我跟她真正在一起过后。就是我会达不到就是他心目中想的要求了，这样，我就很怕这样。但是结果确实是这样。后来跟我真正在一起过后，我对他的好，他就基本上就选择性失明嘛，就不怎么看见了。但是有些时候我很忙的时候，或者对他确实是也挺多有不好的地方，但是这些不好的地方他记得一清二楚，好的地方他就啥全忘了。我听来听去，其实角色反转嘛，是这意思吗？现在是不是他对你比较狠了，小子？对，他最开始的时候，我每次找他的时候。哎，就他也事事有回应，结果到后面他脾气也开始就莫名其妙就变得差起来。就是女生脾气差我也能理解，对吧？因为四川的嘛，我能理解嘛。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每次就是特别喜欢胡乱猜想，知道吗？就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公司里面上班，然后当时是中午玩游戏提神嘛，然后说过是男生抱女生或者女生抱男生，公主抱5秒钟，然后我把这事给他说了。我当时也给他解释清楚了，我说是因为当时玩游戏输了嘛，惩罚嘛，然后他对这件事就特别生气，但是在我这不该生气吗？我是真没什么呀，惩罚那我肯定不能不做呀，那有什么办法了？你总有很多理由呗，你总能自圆其说呗。女生以前谈过恋爱吗？谈过呀，肯定谈过呀。啊，为什么分呢？都是快餐式的爱情，谈几天就分了呗，就那种。不是你好像对感情特消极哈。他都不叫谈恋爱，他以前说实话，他以前谈恋爱，他的事他也给我说过，他说他以前都是就是被个男的搭讪完了哈，谈恋爱想约他出去玩，他不出去哈，男的说哎算了分手吧，就这样。我感觉就他以前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你们这4个月的恋爱谈下来还想谈吗？女生，咱不置气啊。想。这段恋爱有什么好呢？这个男生好在什么地方？你能告诉我们吗？他能够给我及时的温暖呀、体贴啊、关心什么的。他够温暖、够体贴是吧？对。那你不应该这么拉个脸子，你应该很高兴啊！你那么委屈干嘛？因为我还是对于刚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能够及时的、准确的
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就感觉到心有芥蒂。哦。就不能够明确。按女生的说法是说，因为我们当时确定关系的时候遇到了波折，男生没有明确的答复我，所以现在他对我再好，我都心有芥蒂，是这意思吧？对，就是让我非常的迷茫，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给我坚定一点，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定位在哪里。4位老师看看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谈谈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啊。刚开头这个男孩天天情话维系，甚至不惜跑那么大老远来给你送伞，结果一旦你表白，他突然冷了很长时间。我自己呢是做过社交软件的啊，虽然失败了。有一种男孩呢的行为叫做养鱼，你听说过对吧？知道，肯定知道呀。你看。哎，我都没听说过，你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就是说我在网络上认识很多女孩，我每个都要撩，每个都要撩。哦，所以呢，我觉得刚才那个现象，为什么他一直心里觉得不安全，他说不出来？我觉得很符合这个特征，就是因为那个男孩前面对他特别热，特别热，哎，结果突然你表白了，我怎么能不确定呢？就说明你在我的心里并不是最佳。我那边可能还有2、3个小姐姐比你还美还好，是我更喜欢的。那我要再稍微等一等啊，你等一等，我看那几个小姐姐理不理我。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现象呢有点明显。到最后，终于他答应了你以后，你感觉不到那种，对吧？全身心的、热情的、扑面而来的爱。他唯一说出来的就是说，你对我很冷，所以呢，我要对你狠。而在你问出来说你是报复我吗？他就说我就是要你尝尝我的感觉，那就是报复。所以他心里对你没有爱。啊，一个有爱的人，我怎么会舍得报复呢？你对我不好，我热脸再贴过来。所以你的感觉，我觉得是正确的。谢谢李总，莎娜老师。我觉得女生今天是来求饶的。就是你虽然说你来是希望他能够坚定地告诉你他心里对你的感受，而其实你要的是求求你别告诉我实话，因为你压根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呀。所以你为什么一直说我要坚定的感觉，我要安全感，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要。我相信你之前接触到的很多男生都是这样的类型。当一旦明确了关系之后，你可能没有跟他们一起出去玩1次2次，他们就不再联系你，就消失了。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是有目的性的。我觉得这段感情我们不看说谁对谁错，不看他是什么样类型的男生，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自己。你从你的面相，然后包括你的站姿等等各个方面看起来，你是个非常不自信的女生。你觉得所有的男生好像都在耍你，然后当别人对你展现出一丁点关心和好的时候，你就非常着急的要跟对方去明确关系。谈恋爱是什么？这个说不清楚的。爱这个东西真的有的时候就说不清，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来了以后，我们不要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的在一起。可是当这个人要冷静思考说，哎，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在一起之后我会失去什么？那就证明这个爱它不是发自本心的，它不是内心深处来的。因为他要把爱和利弊去权衡的时候，你想想这个爱还值钱吗？但是不管这个爱值不值钱，你自己是最值钱的。不管男生对你怎么样，你要先稳住自己的军心。所以我觉得你要先从找自信开始，你自己调整好你自己的状态，凡事阳光积极的去面对，不要逃避，不要怨天尤人，不要觉得老天对我为什么不公。你越抱怨，你的恋爱会越来越苦，你的恋爱经历会越来越不顺利。男生我就不多说了，我觉得就3个字儿：不真诚。没有那么想在一起，那就不在一起；真的喜欢就在一起。
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的心，认认真真对待生活，对待恋爱，所有的事情是不会辜负你。当你凡事都要去考虑一个利弊的时候，考虑一个得失的时候，你什么事儿都得不到，知道吗？谢谢。来，郭红兄啊，两位，网恋也是恋，可4个月就红灯闪闪，你们这网速确实有点快。我今天还真的很同情女生，因为这一段恋情当中，你去看你们在网恋的时候，你充分的感受到来自男生的这种呵护、温情、体贴，但是等到落到地面的时候，女生突然发现男生对这段恋情是力不从心的，你感受不到这种恋爱应该有的感受。女生情况是这样吧？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轰轰烈烈的网恋，最后走向了美好的婚姻，但也有很多的网恋，就像厉总所说的，真的是在闹着玩。我们哪怕在实打实的地面谈恋爱，哪怕是一见钟情，那也是爱，日久生情也是爱。但你们恰恰是从闹着玩的来到了地面，结果4个月都搞不明白了，这就说明你们还真是这一场恋爱就如同网络，是虚幻的。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是一声叹息，你们的恋情下线吧。谢谢博红兄啊，米娜老师，你特别好追。一个种欲渣男的女孩子一定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在情感上的极度缺失，不知道怎么样打发时间，或者是说不够自信，得靠很多很多的爱来确定自己是被人看重的、被人需要的，等等等等。你们俩相识的土壤不好，这个土壤很适合做好朋友，一起玩游戏。当我们有空闲的时间，我们又在做一件娱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叫共同爱好。但一旦剥离了网络游戏这一个土壤，你们俩在一起就会发现毫无共同语言。你在毕业了，在找工作，你还在学校里，你在跟小姐妹们疯疯傻傻继续闹，你可能在跟同事们已经在搞这一些团建，你们没有任何东西是合拍的。起初只是因为寂寞的时候玩了玩游戏，然后在游戏里互撩了那么几句。恋爱来得很容易，我觉得你们不如就轻松一点，让恋爱也很容易的走吧。不适合啊。小姑娘，你知道不适合在哪儿吗？不适合谈恋爱。不是你不适合谈恋爱，是你都还不知道你应该跟什么样的人谈恋爱，甚至我怀疑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恋爱。你以为的恋爱是什么？有一个男孩跟你说我爱你，于是我们手拉手开始一桩恋爱吧，我们就可以亲亲抱抱搂搂跳跳，收收花看看电影，做一些浪漫的事，是吧？那个男人是谁都不重要，只要他在我需要的时候碰巧是一个异性就可以了。这一种观念在你这里不改变的话，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受伤害。你得从自己开始调整，学习一下怎么样可以不谈恋爱，空窗期的度过一段时间，能够自得其乐。想想清楚什么样的男孩子适合自己，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跟什么人待在一起觉得有乐趣。想明白这些你再说吧。至于男孩，你也没好到哪去。就像我们厉总说的，哪有一个爱自己女朋友的男孩会说你尝到滋味了吧，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这不是谈恋爱。两个在一起只是为了杀时间的人，你们杀过了那一段最寂寞最无聊的时间，现在各自找到各自的追求了，放手吧，把这些时间去做更有用的事儿。谢谢哈。实话实说啊，这就是我看到的。通过在这个游戏当中互相的匹配了一下，试探试探试探，真的试探到的时候，你比他有勇气，你绷不住了，这小子被吓跑了，你是被吓跑了吧？
后来的事情，女生还是不甘心啊，于是才有的嘛，才有后来报复。你们后来4个月哪有谈过恋爱嘛？所以别纠结了嘛，你就面对现实和面对事实就行了嘛。你不爱他，你也没有爱过他，你只是因为寂寞在游戏上找了一个人。你也不爱他，你只是因为寂寞在游戏上面碰到了这么一个勇敢想向你开口说我跟你在一起的女人，就是这么简单。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俩自己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像你说的，我现在忙了，没时间陪你了。但是，在我忙的时候，每天下班的时候，我一下班就给你打电话找你。你仔细想一下，我做这些是不是在像以前一样，还是一样的爱着你了？啊，只不过在你眼里就是哎，我下班了哎，就是按时给你打个电话，给你汇报一下。但实际我怎么想的呢？我就想着，哎，我今天终于忙完了，我想找你了。但是呢，结果呢，经常找你，你就是跟我说2句，有时候给你打电话，第一次你都不接，第2次的时候你才接，接到过后，我会听到你在跟你室友俩说话，好吗？然后你跟我说2句，说完你又找你室友去了。但是，我后面你让我出去，我承认我爱玩，但是为什么呢？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孩子？气不过。我直接告诉你吧，你现在没价值了。过去你的价值是能带人打游戏，现在你还有什么价值？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小心被骗啊！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来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好事，不，这个显然是好事嘛。对，就是今天这个就叫让一场闹剧结束嘛。对，太好了啊，因为你没有看到，他们说那4个月都说的多虚啊。对，就仿佛2个人没有约过会，只是在电话里有了争吵。就是一定记住啊，不管这个网络多么的发达，你说我完全可以依托这个来寄托感情，对不起。不太可能，对，怎么可能嘛？人永远不可能被机器替代，有一些功能，对吧？所以我会觉得，我看这个的时候，我挺替这2个年轻人心痛，挺替他们父母心疼的。希望你们好好的以今天的节目为一个新起点，找到你们新的人生方向，好好工作，好好恋爱，好好生活。